在重庆江津的大山上，我们发现了一个天空之村。可以说，这里保留着上世纪60、70年代的建筑风格，土墙青瓦，一片清修的宁静之地啊，宛如一片遗失的世界。但是要来到这里呢，非常的艰难，我们需要徒步1、2个小时，攀爬几千阶的悬崖天梯呢，才能进入村庄。今天呀，大家就跟着阿泰的镜头一同登山，探访这即将消失的村庄。大家好，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木皮槽的山脚下这个水库了，马上从这里爬山，3000多阶的天梯啊！这里有一个木皮槽登山步道的一个牌子，全程5.1公里啊，不短的路啊。老师，你在这里做哪个？放羊子哦，我还以为你在这守山不等上哦。这个地方开始上磁步梯了，据说是3000多阶的步梯。这个步梯呢，也是当地村民啊一块一块的给镶上去的。当年修这个步梯的时候也不容易啊。哎呀，这个石梯爬起来是真累啊，才爬一小段了，看着这样的天梯都头疼啊。这个两旁的森林之中啊，各种鸟在这里跑来跑去的，很多野生动物啊。可以看到我们的下边，从山脚下一路延伸过来，这个步梯呢，就像直插云霄的感觉。费了9牛3虎之力啊，终于是来到了悬崖角。你以为就完了吗？这边才是真正的绝壁。我都感觉不止3000多阶吧。对呀，估计得7、8千阶。哎呀，不行，遭不住。休息一下吧。大家看看我们从哪里来的？前方那个山脚有个小路，看到没有？从那儿开始爬山，这一路石梯爬上来，从这边上来的。哎呀，不容易。到了悬崖口了，这里过去应该还有2公里就到村庄了。这个路边这种东西大家认识吗？这个叫蕨草啊，在饿饭的那个时代，也就是59、60年那个时间段的话，这个东西救活了山里的很多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村口，看到没有？后面那个就是土墙房，那边呢也有一栋房子。这里呢已经通了毛路，我记得我看这个网上的视频呢是没有通这个毛路的，估计是今年刚挖上来的。这个上面的土地资源真的好丰富啊，这些全部是几亩一块的大水田，非常的舒服。那边那些土地有耕种啊，那个山头上住着一家人，你们看他住的那个地方牛不牛？整个周围都是群山围绕，他们的房子建在那里，有没有天鹅抱蛋的感觉？大家看这里这一片的房子建得特别的有意思啊，后面是山头，两边是这种山脉，然后中间这里呢凸起一片土地，他们的房屋全部建到这里的。这里有一块非常大的大坝，看到没有？这里对出去，这地方的地形相当的固的，可惜啊，都是残垣断壁。这个上边的房子啊，全是这样的土墙房，这个年代感真的是太不一样了。我走了那么多地方啊，我还没有真正的看到哪里是大片大片的全是这种土墙房的。这一户人家呢是一个3合头的宅院，哟，这里还养了好多土鸡。这个一看以前的大户，对不对？好像有人在家里居住啊，我们进来参观一下。有人在家不都？老板儿。哎呀，没人应啊。很多的用具的话，大家可能都没见过。这个是干嘛的呢？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我知道啊。这个是洗衣服的水槽，大门也是开着的，不知道主人跑哪儿去了啊。然后房屋里面还有风车，
看这个样子是没人住吗？两边呢，一边挂了一个大斗枪。他们这里呢，盛产水稻，这个东西拿来干嘛的呢？因为没有水泥地吧，对不对？我们晒粮食的时候啊，是需要把那个斗枪拿来放在院坝，然后把我们的稻谷晒在这个斗枪里面，晒干了之后呢，再收起来。因为这个地不是水泥地，所以不能晒在下面，对不对？你会有很多泥巴沙子的夹杂在里面呢，这个粮食就不好弄。所以农村很多的这种晒垫也好，斗枪也好，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铺在外面晒粮食的。咱们继续换一个地方去看看有没有人。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里是一个大户人家，我们看看这个厢房的长度都10几米。哎，这边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它这个正房子的后方啊，这里有一个岔口。它为什么要弄这个岔口呢？哎，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啊，好像凸起了一个山包一样的，感觉像是一个古墓。那是不是一个古墓呢？我们只是猜测，因为这家人呢也没人在家。如果说这个是一个古墓，那么它这个房子为何要专门建在这个古墓的正中间呢？有没有什么寓意，或者说是他们的祖先什么的？这是我猜测的哈。我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奇特啊！我走了那么多的地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我是一只小鸭子，咿呀咿呀哈！嘿嘿嘿嘿。大家伙儿看看这一坝水田，真的太可惜了，没有耕种粮食啊，非常的可惜。所以他们挖这条公路上来也是对的。那么年轻人啊，可以留几个人在家里，把这些所有水田给种起来，这可以产出不少粮食啊！荒在这里太可惜了。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几栋房屋呢，是从悬崖爬上来的村口的几栋房屋啊，要到主村的位置，还得从这里步行过去1公里左右。我们还是要去主村看一下，主村的房子更多一些，看看能不能找到人，了解一下这个上边的大概情况啊。这里又看到一群鸭子，嘎嘎嘎嘎嘎。哎呀，这儿种有一些萝卜菜，马上就看到这个村庄的庐山真面目了。我的天哪，这些房子啊，全是土墙房，而且大多都是快倒塌了。那么这些院落里面呢，还种有一些菜，估计呢可能有1、2家人留守在这个上边吧。我们现在也不确定哪家有人，我估计那个是以前的村里面的学校吧。这土墙房子住着老舒服了呀，冬暖夏凉。吃饭没得，老娘？吃了。哎呀，我这转了半天没看到有人。终于看到你在这儿了，啊，外面的还有人哈。你们现在这里还有几个人来这里哇？几个人不走，我是单身。你是一个人？嗯。小孩些都在外面哈。带一个小孩，那一个走了，有2个小娃的，3个媳妇儿，3个人去，还有得2个读书。也不容易哈。哦，都是说我谈起来随便哪个都说是还是不容易哈。嗯。你贵姓呢？我本人姓王，这个我的婆家就是姓袁。哦，那在上面主要是姓袁的多。哦，就这嘎有好多家人呐？多到万子人了，最多要谈一下话几百人。哈儿嘛，一下都带屋头来了嘛，又出去中家去来了嘛。那这上面是不是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是啊，还是。那你们以前出去的话，就是这个石梯子的？嗯。我听他们说，你们挖这条毛路上来的话，都连续挖了头10年才挖上来了吧？嗯，是啊，这通在没挖得通了，我通了好久哦，一会儿都看都几百，啊，底下解释我又是挖好一阵了。等于陆续的都是大家斗钱来挖。啊，就是这些的话，这些挖新的这些都是钱哈。为啷个修了10年，就是这个原因，斗的钱呢修完了，然后又停一会儿，大家又再斗钱，又再修。等于现在这里可能只有10几20个人住了哈。嗯，好吧，20个人有。20个人哈。
原先几百人，现在120个人。我送2包小车给你。哎呀，这好吃，好吃。好，非常难的，我们背着我没在那里拿给你。我来顺便带给你小车。我在这边站哈。哎，打扰你了，我们在这上面待不久，等一下还回去还要走那么多久的路。我在这个村庄转了转，也遇到了几个老人，其实想跟他们了解一下整个这个村庄的一些历史情况啊、渊源啊什么的，但是他们都不是很清楚啊。然后有一个队长他可能知道，但是呢，我们去了他家里面呢，也没有看到有人。到学校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哈，我站在操场上，我身后这里呢就是学校。以前在山里读书非常的不容易，这里徒步出山的话，最少都要走2-3个小时的时间。那这里的小孩读书怎么办呢？没办法，所以呢，这个重庆西南大学就在这里援建了这一座小学，供上边的小孩子在这里读书。我现在站在这个学校的位置啊，基本上可以看得到整个山上的周围是什么情况。那么这个公路呢，是从山那边过来的，到了这里呢，就是主村庄的位置。然后我们再环顾一下四周，对吧？可以看到山脉的一个轮廓，整个这里呢，就像一座天空之城。我是非常佩服他们上面的村民的。虽然说年轻的一代大多数都搬出去买房了，在外边居住了，都不怎么回来了。这个村庄以前几百人，现在就只有10来个老人还在这个上面居住。但是他们为了依恋故土，对吧？依然每年还在筹钱挖路，10年的时间，终于把这个毛路挖到了家的门口。从这一点来说明呢，他们整个村的村民非常有凝聚力，真的是值得我们敬佩。我们从高空的视角给大家看一下，他们花了10年时间挖通的这条毛路，都是在陡坡的地段挖公路，非常的不容易。上世纪60、70年代，人们还是刀耕火种、农耕劳作的时候，可以说木皮槽啊是这10里8乡的人都非常羡慕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山巅之上啊，海拔适中，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包括森林资源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并且呢农业生产做得非常的好。但是时过境迁啊，随着时代的发展呢，人们都逐渐走出了大山，即使是像木皮槽这样的大村庄呢，也摆脱不了要被荒废的命运。现在呀，这个毛路呢还没有挖好，整个车子呢还通不到村里，只能通到那边的山梁上。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的车子可以第一次开进这个山巅的天空之城。我相信到那个时候，整个村的人都把车开回来，那种壮观的场景啊，绝对是让很多人一辈子都难忘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乌溪的南阴大峡谷这里啊，这个地方非常漂亮啊，如诗如画一般。看到我对面这座崖壁没有？这个崖壁上呢有一个村庄，犹如世外桃源一般，而且村庄上的人啊，好像都挺有钱的，都是修的楼房。这个地方呢是很深的一个峡谷，我说的那个村庄就在这个崖壁之上，又像在云端的这种感觉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村庄，它的前方是悬崖峭壁，它的后方是高耸入云的山，也是悬崖，左右呢也是悬崖。他们修的这个公路啊，也是从那边的悬崖峭壁上呢慢慢的凿过来的。然后右侧呢是通向另外一个地方的公路，但是它也是净土路啊，到前方一点呢就是几户人家，然后就没有路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村庄的话，它是前方悬崖，后方是高山，左右都是悬崖。而且这个村子上的人还住了这么多，家家户户修的都是楼房。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形啊，正好他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平坦的区域，土地呢也是够用的。虽然前方是悬崖峭壁啊，但是住的这个地方呢却是非常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村庄的人啊，真是有钱啊，住在这样的深山里面，家家户户都修的楼房，应该是不会差的，对吧？而且这个村的布局，我们注意看一下啊，你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地形，稳坐在这个台上，
我们看到这个村庄的前方呢，就是上千米的这个悬崖峭壁。虽然说住在这个地方可能不能出什么大官，但是生活富足是没有问题的，对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村庄靠崖壁的一个地方呢，它还建有一个环形的水池，所以说呀，这个布局是非常合理的。我感觉这个村庄啊，在建村之时呢，就有这个高人指点啊，相当的厉害。这个村庄的下面啊，就是非常深的南阴大峡谷啊。这个峡谷的谷底跟他们居住的位置有1000多米的这个落差，真的是不得不佩服他们这个村庄的建村之人，非常漂亮。而且这个村庄的人，我们看得出来都是生活富足的，因为家家户户都有楼房，它的土地，你环顾一下四周，它的土地也是肥沃的。整个四周的话都是这种比较陡峭的山，可能土壤也比较差，但是正好他们居住的这个位置呢，这个土壤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呀，我说这个村庄啊，在建村之时就有高人指点，你们同意吗？对，你们这个山上还有猴子啊？有啊，他们就抓到这一幕，有几多啊？总上别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我在重庆的大山里，从上方村民的口中得知啊，这个峡谷深处啊，还住着一独户人家。今天咱们就准备去探访一下哈，听说要走1-2个小时啊，我就喜欢挑战这样的事情，走吧。这边呢，现在是一个大雾笼罩的状态啊，相当于现在我们是朝山下走，跟山脚到我这里的海拔落差有超过700-800米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又是一场硬仗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啊，都没多少人走啊。这个小路上呢，全部都是这个覆盖了青冈树叶啊，感觉今天又是在大山里待的一天了。看看这里的风景多漂亮，到处都是这种茂密的青冈树林。我们要去到的就是下面这个非常深的一个大峡谷里面。但是现在说实话，雾没有拆开，我也没什么方向感，只能说估摸着往下走吧。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往这边下了。哇，这一条小道呢，就是下边这一户人家上来的唯一的路道，因为整个大峡谷下面是封闭的一个状态，走下去的时候挺开心的，等一下爬上来的时候皮都要爬掉几层。我这个走着走着呢，还得看一下这个 GPS 的定位啊，因为没有这个方向感，今天又是大雾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路的路影都不是很明显了，所以说住在里面的人呢也不怎么会出来啊。逐渐这个峡谷底的风光呢开始呈现出来啊，因为雾已经开始散开。你看我们现在的山顶上就是雾，我现在已经穿过了雾层，来到了这个峡谷底。不知道几时能够看到这户人家居住的地方啊。其实我跟你们说啊，我宁愿走那种去的时候是上坡，回来的时候是下坡的路。你看这个往下走的时候是下坡，再返回来筋疲力尽的时候走上坡，那是真的有点难受啊。看这个路弯来弯去，弯来弯去。我来带大家看平时你们看不到的风光，但是我的这个腿脚啊，确实挺受累的，大家说是不是？哇哇哇哇哇！看到这一户人家的位置了，大家看到没有？住在这个地方，我的个天哪！这地方离我这里最少还要走半个小时才能走得到啊！哇，我都有点打退堂鼓。看一下。就住在这个很深的这个峡谷内，你看我们刚才是从有雾的地方走下来的，我已经走了很远了，但是现在依然可能才得一半的路程吧。你看这户人家就一独户居住在这个峡谷底部，周边的土地也都在耕种，看一下，哇，这个地方太牛了，与世隔绝一般。你说下去吧又很累，不下去吧它又不是我的性格，那没办法呀，
咱这个还是硬着头皮下去吧，为了给大家呈现一段其他人都没有看过的风景。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是往下坡走，都已经有点出汗了。等一下往上坡走的时候，咋整啊？咋整啊？哎呦！不过不用担心了，人家长期居住在这里都没事，我偶尔走一次又算得了什么呢？你们说是不是？哎呦！哇，朋友们，我真的是历尽千辛万苦啊，终于是走下来了。我现在的脚都是打闪闪的，因为一直是下坡，一直是这样走这种石壁路。我天哪，走下坡都这么累，等一下上坡怎么搞？哇，已经到这一户人家住的位置了，真的有人居住在这样的深山峡谷。我来给你们看一下四周的一个环境。先来看一下这边，超级深的一个大峡谷。然后你看，现在山上全部都是雾，对吧？就在这个峡谷底部这里啊，住着一家人。哇，今天运气好，看到这户人家没有，还炊烟袅袅的。有人在家啊，就证明我不虚此行啊，没有白来，大家说是吧？这个地方啊，真的是漂亮啊！哎，老娘，你吃饭没到？还没有啊？哎呦，我就从山上走起下来啊，看到你们下来，这下边有家人住啊，所以走起下来看耍会儿来。看这这个地方啷个来的话走这些路啊？哎呦，都走的都是农村的。农村的。哎，还做了那么多土地哈。啊不，我们那些不种点土地不得了啊。你几个人在家里面啊？我这就是我一个人转在这儿。就是你一个人啊？啊，有一个娃娃眼睛是个个儿把眼睛打瞎的，他个儿今年他说出巫山去了。哦，带巫山去了。一个男的给我把脚去这儿，他就给我压断在也转在巫山整。哦。是调查过我的情况吗？是怎么吧？没有，我是来挑耍的啊，跑耍的。那我天哪，我这些地方走，哪个人家啊？没，他到处的路个昏暗的。哎，你们长期在这儿住都没得事的呀，我来走一下不要紧噻。走一下不要紧。这些路段一般的，哪个愿意走这个路啊？我还是走得多。走得多啊？我也是农村的了嘛。是什么地方的吧？啊？么的地方的？遵义的。你们家贵姓呢？姓李。姓李哈。你好大年纪的？64的。64。也不大嘛。年龄不顶大。现在就是你一家在这边住啊？都是你一个人来，我都你做那么多土地啊？就是我一个人住的。哎，你们这儿平时去赶场了是赶哪里啊？关阳啊。赶关阳。要2-3个小时才去得到哈。那你要走啊，这个公路上碰得到车呀？那碰不到车的话，过程走的话要半天走啊。要走半天，要走5-6个小时啊？也不容易啊哈。喂的有2个猪儿。那你喂的有牛没得啊？没得。那你没有喂牛，你这个土啷个整出来的啊？我过程挖呀，个人挖呀。用锄头挖？这一土全是你用锄头挖的？那你这个工程量不是太大了吗？那我这咋没得挖呀？可以买个旋耕机也不行，你不得行。那我不得行，我这个坡陡很窄，那个你也不行吗？你不应该喂个牛吗？喂个牛吗？它不是根基松活点。我这是爱上抖音呢，我在哪里地方放啊？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呢？我原来就是这儿的人。原来就是这儿的人。
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还是木料做的房子，还有土墙。哦，这边这个都是土墙哈。啊，那我坐嘛。坐啊坐啊坐。哇，真的还全部都是土墙。等于这个房子已经是做好了100多年了哈。啊。你家几个人呢？3个人呢。3个人。我姨没得哪个出门打工儿，没得个么的。哦，就是哪3个人呢？就是你们老的两夫妻，有个娃儿是吧？一个娃娃，他个打跟头把这个眼睛给我打瞎了。他又说的，一做么的不得行，一做么的这边这只眼睛他个不看见了，结果他说的扯到这边这只眼睛，他说的扯到也不看见。等于你们老公也是脚杆遭整了嘞？脚他个去这儿，他去这个长这儿，他个石头压断了噻。石头压断嘞。嗯。然后儿子呢，又眼睛又遭整。儿子眼睛本来打瞎几年打。哦。恼火也有点哈。那不是恼火的人嘛。那你们家现在靠啷个收入呀？我有个么的收入啊？没得个么的收入，我这地现在又不出个么的药草。再毒活这些子不得行。那你种些哪个东西啊？这就是种一点洋芋和包谷啊。就种洋芋和包谷。我这种点包谷、洋芋这些子也值不到钱。这边这些土也都是你自己挖的？那还是我挖的。我天，你挖这个土挖了好多时间哦。要几个月挖呀。挖这个土地要几个月？你也戳的挖肯定要挖好久啊！我看那么多土地。我一个人没得他有2个多月，我挖不出来。挖了2个多月。我天哪！那你要不多喂点鸡啊？我这牲口很大，喂不上枪。有牲口喂不上枪。有牲口喂不上枪。哦，有山上的野货，有些那个东西啊，他要来整哈。他来拖机子。哦。网上那个多，他给我拖完子，就网上8、9个机子上10个，他给我拖完子。那个应该是山上的野猫哈。你晓得是些么的牲口啊？我的天呐，你这些不是那么多腊肉啊？我这个今年2年了，我过点猪都没得啊！哦，人不行使，喂打捉打混着死。2年了都没喂过年猪，然后正好去年就喂了大杀2个。去年就喂了2个，就喂了那个2个。那你这2个猪杀不但鸟大呀，我看这个真的不但鸟大呀，你这猪要400斤一个哦。这个是我感觉都有500-600斤了，这个猪弄个长叶刀家这个肉啊，好厚嘛这个肉，看这个那么厚，又长，咦，就是你家这2个猪嘛，可能都要卖不少钱嘛。我这哪个要呗？我这喂的猪都没得哪个要，他凑男的来背，他凑男的来弄，就男的来整哈。我就只杀到光吃嘞。咦，有好多人喜欢这种腊肉哦。朋友们，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腊肉，真的是不得了啊！我感觉这个猪有400-500斤，是2个猪杀的这个腊肉。这边这个腿，大家看一下，这个腿都这么大。这个腊肉是大家从来没有见过的吧？400-500斤的这个大肥猪，我感觉这个猪反正最少有400-500斤。这个腊肉这么长，等于去年2个猪还是可以哈，2个猪可能2个猪还要得700-800斤，2个猪。哦，那2个猪有700-800斤还是有？有700-800斤哈。你是真的辛苦，你看挖那么多地，挖2个月的时间，太不得了了。他们又身体不好哈，你也没得办法帮得到你的。那他们这哪怕一哈，哪怕说组合，那不得行。这个就是大门哈，那包裹都是挂在这个2头的，看起真的很好看的。走热到哪吃不吃这个橘子吧？不吃，谢谢。这个，走我不得
这个事我们没烧开水。哦，不吃，谢谢。哎，那我吃一个嘛，好吧，吃一个。你这个去买这个橘子来都都要拿得背。在关阳拿来的。关阳还买起来的。我在这坐哈嘛，你不是腿个子走算的嘞。不要紧。你好把银两都不啷个出来去哦。我不啦。到外头去啊。我这几年我不行，我又坐不得车。我又晕车。一走的，像这些山上的猴子，像你种的庄稼，它要来害你。等于你们这个山上还有猴子啊？有啊，他们就抓到这一幕，有几多啊？总上100数。上100数的猴子啊？就在这个山上。那你这个庄稼种的也恼火啊，一步都走不到。那你是包过嘛？你这些出来了，你那个眨不得下眼睛了，你在屋里煮着饭，他就来给你吃了，有那个瓜头。你把饭煮起，他才来跟你抢嘞。你在屋里煮饭的话，他就来抢包裹吃。就来你地里面抢你的包裹吃啊？啊，有那个。有那么多猴子啊？有几多啊？硬是满到处。那你这个应该搬走啊！你看这儿猴子不是太多啊，你种庄稼也种不到啊。然后我搬起走，我全呢。电脑那个么样，就是他们那个脚打的，到处就是借的。我这儿有钱呢，我搬起走。那你这个是一步都走不了啊！那不是一步都走不了的，那你屋里你这儿好走上，那你随便哪个你离不得人呢？再后来也有哪一个人在屋里？一说他有可能跑到你家里面来呀，猴子啊！那你们哪个在屋里？你那个地板就满到处他都来呀？就是房子到处都爬起来。这个才有点恼火哦。那不是恼火的那个。你哪个时候看得到啊？哎呀，那他现在就在那个东门口啊，这一哈才没顶的啊。这一听他上那高头去了。上高头去了啊？他主要就在这一片。那他就是这个山上，他没嘛长没得好多人活的，他没得好多我的吃的，他就给我抓这个山上嘞。我去年子我只在屋里煮完饭，他就把那一个瓶的他就给我捞完的。就给你捞完了那么快？他有那个快，他多噻。哦，对，他这一群的。他有多，他一夏天他有个我的名堂嘛，他就混着搬包裹如果是出来的搬到坑一这了，如果是包裹没得好多米的话，他就搬到混着甩，他就混着不给你搬的。气人哈！就是那个。哎呀，你这个才真的恼火，种点包裹还天天收到钱，好吧，晚上都不得瞌睡睡哦。晚上他不来，晚上有野猪。哦，晚上有野猪，白天有猴子啊。你这个猴子晚些的他不来，晚上你没得庄稼出来又有野猪。你住在这儿是真的恼火，做些庄稼都是跟他们做一半可能要。那你不收啊？那你只够跟他们种的，那你个人也收不到那么的。你出去过没得？出去过？我没去过。无锡去过没得？没有。无锡县都没去过。我们这在专屋的事没卡。就在屋里从来没出去过。没出去过。你也姓李吗？我就是姓李。我的上人他没这个儿子过在这，我一个哥哥在这个对门给我10隔的，我们在屋里照的，我跟他妈住的。等于是你的老伴是上门的是吧？对的。就是你们姓李，那你们老伴是哪里的人呢？就是那个上头的。都是上面的哈。姓马。那你们家几姊妹啊？就你一个儿啊？我3姊妹。3姊妹。3姊妹。2个姐姐。2个姐姐，2个姐姐都是在外地吗？2个姐姐有一个在外头那个长草西草那儿住，有一个在大厂新村住。你们是3姊妹。然后你在这里守家。然后招了一个上门的这个老伴到这里面来。是这样。当时你为啷个不想到出去啊？那个时候老人住在这儿噻，那我出去哪么子吧？那是出去了，老人住在这儿，那你哪个的行嘛？等于那个时候你是为了照顾家里面的老人，然后你留在这儿的。3姊妹就等你一个人留在这儿。那我一个人最小些嘛。你最小反而留在这儿的。我最小的嘛，那时候一个哥哥他给我死噻，12隔死噻，在阴坡给我打死噻。那我不转屋里没得话嘛，老人没得个指望嘛。姐姐他们那时候都给我嫁出去了吧？等于说那个时候是，他们2姊妹都已经嫁出去了。他们给我嫁出去了噻。都得你一个人还没有出嫁。
然后又没得办法在屋头要，正好在这个时候，他哥哥又过世了，就你留下来在屋头照顾父母了哈。啊，你这个你也是付出了好多为这个家里面哈，也是辛苦。等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说一直都在家里面，从来没出过门。那没。这个阿姨呢，挺让人敬佩的。她是他们家的老幺啊，有2个姐姐，有1个哥哥。2个姐姐呢，老早就已经出嫁了，然后哥哥呢又意外身亡，所以说呢，就不得不把这个家庭的重担呢掉在了他身上，所以他也没有远嫁，就在家里呢招了一个上门的女婿，就在家里把这个老人呢伺候归天，所以呢，整个人的一生基本上都没有出过大山，包括现在也是一直在这个山里面待着。刚刚跟你们说的情况你们也了解了，他要在这里跟天斗，跟地斗，跟山上的野货斗。说实话啊，还真是挺艰难的。我到下面来探访一下呀，我现在这个心情也是比较沉重的，千言万语呢，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吧，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阿泰是来到了重庆丰都的大山里，在这个大山深处的崖壁底下，发现有一户人家居住在山洞之中，方圆几公里呢都没有人烟。这户人家怎么会想到在这里居住安家，并且呢把房子建在山洞之中呢？怀着诸多的好奇心啊，大家跟我一起进洞去探访一下主人家。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一户人家所居住的大峡谷。我呢，其实也是从那边开车过来哦。然后呢，路过这里的时候呢，晃眼之间看到那个地方有一户人家。这个路往前去呢，那个地方还有一段的盘山公路啊。它这里呢是有这么一条公路，径直的通向他居住的地方。还好啊，它这个地方已经通公路了。这个地方环境真的非常漂亮，就在一个大峡谷之内啊，整个这个峡谷是没有任何的人居住的，只有他这里有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崖壁洞中啊。这个环境是不是非常漂亮？我们看到主人家好像是在地里挖东西，那儿呢停有2辆车，不知道是来玩耍的还是他们自己的车。我怎么感觉前面好像有人在那儿直播呀？是不是外地来这个搞直播的人？美女，你这个是在这里搞直播吗？哦，没在播啊，也是外地过来的吗？哦，咦，这小狗咬不咬人？没有，我拍视频。你们也是过来玩的是吧？哦，就住这里的吗？哦，别的地方过来的。我是来这里，我还不知道嘞。我车子开到上面看到的。我也是在外面到处玩的。外地的遵义的。你一个人在这播吗？没在播哈。哇，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房子正好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下的山洞里面。吃饭没喽，大哥？你是住在耍的，不是住这儿的？
哦，我郑义的。嗯，你晓得吧？哦，你是住这儿的哈？哦，你们在搞啷个嘛？哇，在整木头啊？你们在整木头卖吗？啊，那没有。哦，我看噻。哇，他们这里是在这里做这个棺木来卖的哈、搞了几个了？四个了。他这个搞来要用上油漆吗？不用上油漆啊。这搞得这么大呀？你们这边木料大呀？这个棺木挺大的。哦，你就是来帮他们搞这个。它这个上方是盘山的公路，这里呢就是一大片崖壁啊，这个崖壁的高度可能是70-80米。哇，崖壁角堆了好多的这个要烧的这个木材。它这个房子呢，实际上就是镶嵌在这一片崖壁的一个山洞口啊。我们可以看到房子的上方呢都熏得黑黑的，那个呢因为长期在房间里进火焰煮饭嘛，所以就正常熏的那个黑黑的火焰。然后这边这个半崖这里啊挂了两三排的这个玉米啊，就挂在那个半崖上，还做了一个栏杆啊。这胆子小的还真的不敢上去啊。它这个木房子呢建的是2层啊，上面一层住人，下面一层应该是堆一些东西。这边呢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大峡谷啊，我们看到这里是不是要开发旅游啊？咱也不知道。它这个下方的还做了一个沟，然后这里呢就他们这个大叔和这个阿姨他们2个人在家里啊。是贵姓的？我姓罗啊。姓罗。你好大年纪的？要满60岁了。要满60岁了啊。你们住在这个山洞里面好多年了呀？100多年了。100多年了。现在等于就是你和阿姨在家里面。哦，就在这挖土儿，种点鱼，种点苞谷哈。种苞谷。你咋了？你听得出来我说话噻？听得出来吧？听不出来。我郑义的。郑义了。跟说话跟重庆有点像是吧？是，有点。郑义都挨到重庆的了嘛？在这里都住了100多年了，住了好多代人了呀？差30代人了。30代哈。是你们祖祖的时候搬进来的吗？我们爷爷辈搬进来的。那你这个房子是你建的吗？是他们建的嘛？他们建的。他们建的。当时他们啷个会想到起在这儿来住啊？晓得了，我也找不到。你也找不到的。我们那时候小啊，我们爷爷那时候走了，住的时候没生长我们了。哦，你们爷爷过世的时候，你都还没出生？没有。那确实搞不清楚。住在个洞里面是不是冬暖夏凉？是啊。站在这儿都一个风都比较大。那是凉快哦。你们那个房子还是建的2层哈？层数了30层的。建的30层。那建的有点大，正好把个洞口全部给它堵起哈。是。住在里面倒是要得。要得，但是人生穷了没办法，只有做爱情。其实以前嘛，以前的人，以前他们应该是躲啷个才跑到这儿。是，对吧？对头。因为以前是乱世了嘛。你不找个好点的地方躲起的话，有可能生命都成困难。那是。等你在这儿涨水的时候了，这个下边的这个水沟都比较满哈。水大吧？人家满不下，有半河沟。有半河沟。那现在就是你们2个人在家，小孩呢？他们去读书去了。小孩读书。在读大学了。小学。小学。有的有出去打工去了。那你家小孩好多个？我们一家6口人了。4个小孩。有女儿嘛，女婿嘛，他有2个娃儿啊。女儿女婿。2个娃儿。等于你就是一个女儿是吧？哦。过年去转那边？转来的。也转来哈。过年在家里面过年了嘛？平时的话都在城头。在丰都吗？是啊。你出去过没得？没出去过这个。没出门过。都是在家里面。
你像你这点就在你住在这儿呢，总包括这些会不会有业主啊？晓？没，家没得，现在没得哈。对，没得业主。大叔在这里干活啊，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大概了解这里的情况了啊。到他们房间里面看一下，他说这个房子是有4层的，我们在外面看着好像是2大层，上去内部看一下。这个就是进来的正门，他这个房子呢，说是已经建了有100多年了吧，在他的手上呢，并没有进行过多的改装，可能就这个上来的这个楼梯吧，稍微改装了一下。哎，阿姨，上去转会儿了。没事。这个地方是一个餐厅，可能是偶尔有人来这个地方玩的时候呢，可以在这里临时煮饭吃一下。这边就是厨房，哇，这个洗脸的这个架子有些年头了，这得100多年了吧。这边，哇，好多的腊肉，然后这边呢就是厨房了。这个厨房就正好顶在这个崖壁的这个前端哦。这边是侧边的一个小道上来，咱们走这边来，稍微看一下。这个栏杆上搭了2排的玉米啊，非常的漂亮。你像这儿做有这个栏杆，否则我也不敢再从这里走，因为下方就是很悬的这个崖壁，看一下。哇，这边还可以走到这个半崖上来。哇，站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我就问你们怕不怕啊？他们居住的地方呢，就在这个位置，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崖壁的小道从这里走上来。这儿呢有一个平台，这里有一个洞口，他们的玉米收了之后呢，就把它挂在这个栏杆上，剩余的一些叶子呢就背上来倒在这里。哇，这儿的环境那是相当的舒服，尤其看到一栋楼房在这里，边上还挂了几排的这个玉米棒子，看起来真的是烟火气息十足啊，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啊。这边2楼，咱们上来看一下。这个跟我们大多数的农村一样，这个上面都是堆杂物的。哇，这边堆这么多玉米。这个地方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它是4层结构的房子，大概房间总的有5、6间吧。而且呢，已经修建了100多年，就是这个叔叔他的爷爷那辈儿就修建好了。4代人在这个崖壁下崖居了100多年。假如说让你在这里来居住一段时间，你愿不愿意呢？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乌溪的南阴大峡谷，看一下这里啊，真的是风景如画。那个山呢，就叫做南阴山。然后我今天要跟你们说的是下面一条公路，折返了好多弯，估计有30、40道弯吧。然后连到上边这条崖壁公路上去，哇，太震撼了！像这个公路这么急的弯，这么陡的坡，你让我去挑战的话，我感觉我都要打几个问号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峡谷啊，从我现在站的地方下去有1200米的落差。这个下边呢，东一家西一户的住了几家人，你看，其中这里还有一家自己独住在这个崖壁下边，中间是河流隔断的。这个公路真的是太牛了，我们从空中航拍的视角就会看到非常非常的险峻。我特别佩服修公路的人，我感觉修公路的时候都有非常的危险哈，因为你在上面修路呢，保不准啊有那种石头啊什么的往下边滚，下面呢又住着人家，所以说修这条公路的时候，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难的啊。即使是你用挖挖机作业的话，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难度啊。假如说让你们来挑战一下，你们敢不敢开这样的公路？在评论区告诉我。
在重庆巫溪县的南阴大峡谷内，我们发现了一条挂在悬崖上的挂壁公路，当地人称之为南阴天路。它是南阴乡周家坪村23户人家83个村民合力修建而成。整一条公路挂在1500米高的悬崖峭壁之上，公路总长1200米，花了4年时间才修建完成。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就来到了南阴天路这条挂壁公路上啊，看起真的非常的险峻啊！我带大家一起走过去体验一下。看到没有，对面这个崖壁好漂亮，是吧？这边呢就是南阴的大峡谷，那个地方像不像一道门一样，把这个南阴乡关在里面。这个下面的落差是非常高，如果说要到这个挂壁公路上的话，这边拐弯都要拐6公里多吧，才能到达这个位置，然后才能什么看到这个南阴天路啊。这个一到这个崖壁上呢，这儿就已经凿了一个孔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上面的这些石头全部是一点一点的凿下来的，可以看到当初他们用这个钢钎、二锤、铁锹，是吧？慢慢一点一点的开凿这种精神，对吧？非常非常的震撼。哇，看一下这个车开到这个崖壁上什么感觉？这个公路大多数地方都只有3米的一个宽度，错车是错不了的。极个别的地方呢，它有修这个错车道，但是也是非常非常的惊险啊！要你技术很过硬是吧？这个上面才能错车。看一下这个地方啊，下面等于抠通了一条公路，相当于整个上面的石头呢是悬空在这里，整个公路就活生生的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给抠出来的。看一下下面，我真的感觉眼都有点花。太震撼了，这条公路。从这个平原弄大药来，这儿来不到人哈。2头修的没上，修完4年，个钢钎二水打的83个人。83个人啊，还有这个这个扎警戒的，一家有15个，还有一个炮工，有前几个，还有一个杀格的。有30个，我们只有70、60几个人修，就修了4年就修通了。啊，你就是周家坪的人是吧？啊，我就周家坪的我。啊，你也姓周哦？啊？你也姓周哦？我姓姜。姓姜。我们姜家我的5弟兄，我们就小一多半，我们占83个人，我们占43个5弟兄，后人占我们小一多半。当时修的时候是两边从中间修是吧？2头朝当然挨上2头朝当头斗，不要说的，连狗蛋子。从1、2、35年练习时候，23户人户，你练到那儿打个比方，我11，我修到二一个来接我的时候，钢钎吃在靠尾，1张50块的毛绒，差一丁个都不行。就是在这条公路未修好之前呢，南阴乡的村民啊，他们出山非常的困难，要去赶集，要去赶巫溪县的话，他都需要步行4、5个小时到一个镇上面去，再坐车到巫溪县去，也就是来回的话，差不多要2天的时间，1天去1天来，对吗？所以呢，在2001年的时候啊，他们眼瞅着呀，其他的地方通公路了，只有这里没有通公路。23户村民呢，就齐心协力的开始修建公路，修了4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才把这个公路修通。那么当时这个公路呢，它是2边往中间打的，就是2边都有人在施工，在中间呢，把这个公路接到一块儿的。可能是因为当初起点，不太一样，对吧？那么所以搞得这个公路有一点点陡啊。你看这里上来，在崖壁上都修的比较陡的一个公路。你看，时不时的有车从这个崖壁上开过去。我们现在其实很难想象他们当时在凿这个公路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在这个悬崖峭壁上，人要挂在上面，悬空在这里作业，想想我们都觉得可怕。我们看到这个崖壁上这些一点一点开凿的这些印记，包括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当初打的那个炮孔，看到没有？它是一点一点的打这个孔啊，打这个孔洞，然后呢，加上这个小规模的雷管炸药来进行放炮，把这里边的这个石头呢，慢慢的抠出来。因为你如果说用的炸药太多的话，它就会炸的太多，有可能就
这个公路就修不好，所以说整个施工的过程其实是非常小心的，得慢慢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整个公路一修就是4年零3个月的时间。现在这个公路通了之后啊，南阴乡的村民呢出行就方便多了啊。村里面的人呢也有人办起了农家乐，办起了民宿，因为大家都到这里来看这一条公路嘛，看他们的这个愚公移山的这种精神，也是来学习一下。到这个地方来玩耍呀、旅游的人就开始多起来了。那么村里面呢，他们的出入呢也会是越来越多。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的大山里，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是站在一个悬崖峭壁之上，在这个地方呢，发现对面那个地方啊，有一独户人家居住在那里。我们看一下，整一个四周都是悬崖峭壁，这户人家的后山也是悬崖峭壁。看一下那个地方，好像还有在种地啊，我非常的好奇，什么人住在那个地方？我们无人机飞过去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下面是1000多米深的一个大峡谷，然后整个对面后面都是高耸入云的这种悬崖峭壁，包括这户人家所居的住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你们看一下，它的前方也是崖壁，左右都是崖壁，然后后山也是大崖壁，我都不知道这家人他是怎么到那个地方居住的，哇，太神奇了！只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路影一样的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到那里，只有用无人机飞过去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他们的土地都还有耕种的什么东西，咱这个有点高，看不清楚啊。因为从我这个地方直线距离过去大概有2公里，所以他们住在这个地方啊，要走到最近的公路的话，都要最少走2个小时啊！哇，太牛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户人家这个房子的后面有很多的这个风筒，应该是在这里主要养蜂的。这个土地呢也有种起来，看这个房子都好像是这个玉米杆啦，还有什么东西拦起来的，只有一小个房子在这里，相当于可能就是一个独户人家居住在这里啊。哇哇哇！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看到没有？好像是一个大姐吧，好像是一个大姐。我就担心住在这样的山上会不会有豺狼虎豹什么的。因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神农架的一个边上，据说这个山里还有熊啊，还有猴子啊，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都有。就看到一个女的大姐住在这里，我不知道她害不害怕。真的能住在这个地方的人都是那种胆子超级大的人，你要让我一个人居住在这种地方，我估计我都不敢。不得不佩服这个大姐啊，一个人住在深山这里，还养了这么多的蜂。住在这儿几乎都是与世隔绝的这种生活状态，哇，有很多人羡慕这种生活，也有很多人喜欢这种孤独啊，又有很多人呢其实是害怕自己独处的。反正我个人参半吧，我也挺喜欢这种地方的，但是你让我一个人居住在这种地方，我其实也要打很多的问号。讲老实话，虽然我自己也是山里人。在重庆武隆的大山悬崖上，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洞穴，这个洞穴生长在半悬崖，里面呢有很多的木料木头，仿佛是有人在这里建房并居住过。当地人呢称这个为仙女洞，传说里面住着一个仙女啊，有时候呢会从这个洞中传来一些敲锣打鼓的声音啊，非常的神秘。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洞穴的对面，看一下对面那个崖壁上呢就是仙女洞，我们用无人机飞上去一探究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这个地形非常的神奇，对面全部是悬崖峭壁，那个仙女洞呢就在上面这个小洞洞。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只有鸟才能飞得上来。我们看到这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碎石，
它应该是就在洞中取材出来的一些碎石。大家注意看，这个边上呢还做有一个木梯子啊，这个木梯子也做得非常的粗糙，应该是上百年前的这个工艺了。这个房子呢也是做的这种全铆结构，它大概做的是2层，但是呢只是搭建好了这些主木料啊，并没有看到有装修过的一些痕迹，这就很奇怪了哈。它为什么要在这个洞里面搭建这个木屋呢？搭建好了之后又没有进行装修，那何必呢？对吧？这个是一个疑问。第二一个呢，是什么样的人会居住在这里面啊？有仙女那肯定是不可能啊，这个只是村民的一个传言。那么包括村民说听着这里面有敲锣打鼓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呢从现在的科学方式也能解答嘛，它是回音壁，这些岩壁的这个洞穴呢，它对这个声音呢是有一定的存储作用的。当地的村民还有一个传言啊，就是说之前有一个小孩呢，在这个崖壁底这些地方放牛，每当到吃饭的时候呢，在这个崖壁角呢，就有人把饭给他做好啊。传说呢，就是这个仙女做的。那我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修了8辈子的福啊，能遇到仙女，对吧？这些呢，都只是一个传言哈。我更加关心的是，什么人会要把这个房子建到这个半悬崖？而且呀，这个房子为什么只搭建了一个结构，没有进行装修？难道是他做到一半的时候发现了什么问题，还是说出了什么意外？咱们今天也无法去猜测。按照咱们正常的思维逻辑，既然要搭建这个木结构，肯定是要进行装修在里面居住的，对吧？那为什么又没有装修呢？也没有看到任何装修的一个痕迹，这是我的一个疑问啊。而且要在这个地方建这个木屋结构呢，他一个人他还真的没法完成。还有这个木料是怎么运上去的，一个人你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它应该是一个集体的行为啊，不是某一个人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把木料运上来，并且把这个木结构在这里做好，这些都是疑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边上还插了一个小小的5星红旗啊，我感觉应该是有人进去探险过。到底这个房子是仙女建的还是人为建的？又是什么原因建到一半就停掉了？它的木料又是怎么运上去的？这些都是种种疑问，你们来解答一下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重庆的巫溪县，看一下我身后这些高山崖壁啊，再加上油菜花，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非常漂亮。我的正上方呢，就有一条非常出名的网红公路，叫做磐石公路。何为磐石公路呢？因为它这条公路呢是修建在2座崖壁之间的夹缝之中啊，非常的险峻和震撼。很多老司机呢都不敢挑战，女司机更是望而却步。为什么这么难呢？因为这个公路它是呈Z字形，几乎垂直的向上攀升，拐弯的地方啊都是要来回倒几把之后呢，才能拐得过来啊，非常的险。而且你的车后方呢，就是很高的悬崖峭壁。在这条公路上开车呢，它不单单要考验你的山路车技啊，更要考验你的胆量和勇气，可以说是非常的艰难。今天呢，阿泰就要带大家一起去挑战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挑战成功。我们这里沟浦路的视角呢，也同时开起来了啊。大家可以来这个第一视角感受一下。哇，真的非常的震撼，而且这个路是很窄的啊。这边拐弯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靠边一点啊。有些路呢，你看就拐不过来，所以说这个确实是非常大的难度。你看这个地方我就要试一下，因为它容易搞起交叉轴。上面有一个人在那儿，你不走吗？不走吗？走啊，那就走啊。
我天哪！我感觉开上去都得冒一身冷汗。我在想这个路啊，他们那个打路的人是怎么打的呢？那个打路的车那很大的呀，对吧？打路的车是那个拉的水泥很大的呀，他们是怎么打的？我靠，这些山里面开车的人那个技术真的溜啊！说实话，惊出一身冷汗。我的妈呀！哇，朋友们，这个路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啊！我开上来都给我开出一身冷汗。它那个中间的那个坡度太陡，然后角度又特别刁钻。如果说你对山路不娴熟，真的不建议来挑战哈，因为你在中途来不来去不去的，还挺吓人的。所以说，讲实话啊，我自己开过一遍之后呢，我真的不建议不熟悉山路的人来挑战啊。那么这条公路呢，是上边这个村庄出去的唯一通路。这个地方呢，它又叫做令牌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面前这墩石头啊，就像一个令牌。可能云贵川渝的朋友知道啊，就是那个道士用的那个令牌，所以说它这个公路呢，也被称之为令牌公路，也是这个山上的这个村庄出去的唯一通道。也就是上面这个村庄呢，它是住在一个孤崖上面。只有这个地方呢适合修公路上来，你要走其他地方的话，你就要修那个崖壁公路，那个工程量是非常浩大的，比这个工程量还浩大。因为这里呢，它正好在两座岩体之间一条夹缝，所以说这里呢正好可以弄成这个 Z 字形的这种形状呢，慢慢的把车开上来。虽然说很费劲啊，但是最起码是做到通路了。上边整一个村庄在这条公路未通之前的话，他们真的就是与世隔绝一般啊。下崖的话，可能都是要通过那种悬崖栈道，慢慢的下去，非常的危险。本来啊，我是想带大家到上面去看一下这个村庄，或者说航拍一下整个村庄的这个全景。但是这个下边在修公路，我在中午1点钟之前必须要下去。还有一个呢，刚刚飞无人机的时候，因为慌张嘛，时间比较紧急。本来想回来再飞一块电池，结果呢回来又撞山了，然后飞机也撞废了，所以就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到这个整个上面的村庄的前景呢，略显遗憾哈。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拍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的大山里啊，有没有看到我手指的方向那里有一户人家居住在那个岩壁之上啊，环境非常的漂亮。种了几十亩地啊，无忧无虑的在那儿生活，非常的羡慕吧？我们用无人机飞过去，大家看一看。
个地方真的是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空气清新，鸟语花香。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啊，发生了一个特别奇幻的真事儿。你们见过各种各样的发财方式，但是靠做梦发财，我相信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花轿，第一次听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重庆巫溪的宁场镇。我身后这一条河呢叫做大年河，就在大年河的边上啊，坐着一户人家。这一户人家的房子下面啊有一口泉水，非常神奇的是，这口泉水里面呢经常会有鱼流出来，神奇吧？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为什么视频开头我要跟你们说它是靠做梦发财的呢？我们一起进去一探究竟。看到没有，这个地方他们的房子门口写有一个神奇鱼泉的字样。房子的上方呢写着天赐鱼泉。从他们家这个大门口进来，在这个房后呢要经过这个楼梯才能下去到这个鱼泉的位置啊。我们下去一饱眼福啊。要从这边一直往下走。等于说这个鱼泉是从他家的这个房子下面一直往下挖，一直往下挖，挖下来应该有10多米深啊！哇，还要从这里这个很窄的这个巷道下来，看到没有？就是从这个地方冒水出来的，冒鱼出来的，都是同一种鱼啊！看到没有？这都是同一种鱼。哇，这，而且这个鱼很迅猛啊，很猛。哦，我来了一阵儿，我算是看明白了，它这边还是外部啊，实际上这个出鱼的地方应该在里面，它这个整个里面给封起来了，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有一个窗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我们是可以下去看的，但是它这个地方是直接中间有一个墙封住的，看这个下面。应该这个鱼就是从这个位置流出来的，这个位置有一个洞穴，这里有水从这里冒出来，这个地方写着有个出鱼口，看一下，这里有个铁网，从这里面是有水冒出来的，然后他把这个出鱼的这个口子弄得很小，很小，因为意思就是让鱼出来了就不进去了。这边这个前面这里还弄得有尖刺的这种形状啊。也就是鱼基本上只能从这个地方出来，它再回就回不去了，哎，出来就在这个塘子里面了。据说这个鱼呢是2种鱼啊，一种呢叫洋鱼，一种叫油童子鱼啊，生性比较迅猛啊，适合在这个暗河阴暗的地方生长。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种场景会作何感想啊？他们挖地15、16米啊，才把这个泉水挖出来的，你们说神奇吧？这边有一个神奇鱼泉的一个来历。这一户人家呢姓李，户主呢叫李长全，他们呢住在这个河的边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其实是资源匮乏，因为都是悬崖峭壁嘛，没有什么土地，所以他们的家庭也比较困难。2007年呢，他们就准备搬家。但是在冬月18的这一个晚上啊，他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当时也没有在意啊。结果第2天呢，又做了同样的梦。这个梦呢，就是说做梦一个白胡子老头对他说啊，你家呢也困难了这么多年，你家房底下呢其实有好东西啊，你们把它挖出来呢就好了呀。那他就听了这个白胡子老头的话，就挖呀挖，突然间呢就挖到了一个铁板一样的东西啊，把这个铁板挪开之后啊，就发现有一个空隙。里面呢像布包裹一坨一坨的，正当他高兴的时候呢，这个梦就醒了。他心里觉得这个是好梦啊，非常高兴，就和他的家人商量。结果呢，儿子也比较反对啊，但是最终呢，因为他的坚持和固执呢，得到了家人的同意，所以呢，家人就举债10多万啊，从这个房屋后的崖壁往下开始挖。挖到了房屋底下16米的时候啊，终于凿开了一个脸盆大小的洞，洞里面呢涌出来了冰冷的阴河水。儿子在出水口切墙的时候啊，发现水里有东西在撞他的脚，他就说水里有鱼，水里有鱼。结果呢，他老爸也不相信啊，
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就把渔网呢挂在了这个出水口。果然啊，第二天早上这个网里面呢就装满了密密麻麻的油筒子鱼和洋鱼。所以说大千世界呀，真的是无奇不有。从此以后啊，每逢变天的时候，特别是在打雷下雨涨水的时候呢，里面就有源源不断的鱼流出来，多的时候一天可以上千斤。平时呢，它也有少量的鱼流出来。大家可以算一下哈，这个鱼一斤可以卖70、80块钱，他们最多的一天可以卖多少钱？所以啊，我说他们家是靠做梦发的家，没有错吧？那么问题来了，万能的网友们，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呢？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的大山里啊，刚刚用无人机航拍，发现了这边有一户人家住在悬崖峭壁之上，别提那个环境啊，真的是太漂亮了。所以我从这个山这里走过来，准备过去探访一下。他这边呢，可能是一独户人家居住，所以呢，并没有通公路啊。但是这个进户路呢是通过来的，这个进户路呢也是用这个水泥给硬化过啊，所以走起来呢也不带泥巴的，非常不错。你们很难想象吧？我的这个前方这一面全部是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这一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应该就在这里啊。他这个地方呢，从公路的地方下来很快啊，几分钟就可以到他家里。然后这里我们看到有好多的这个土墙，这个呢或许就是祖辈100、200年前住的那种房子，就是土墙。看看，我们走到这儿其实看着还挺平坦，但是我们从空中看的话，其实还觉得蛮危险的，是吧？因为这个视角拉大了之后啊，前方几十米的地方就是这个悬崖峭壁。看一下家里面堆了好多的这个木材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家。我这个在这里说话呢，好像也没有看到有人，是不是出去了？等于说大家看这个位置啊，它是一个椅子形状的地方，看到没有？这一户人家就相当于端坐在这个椅子上，环境非常的漂亮啊。而且你在外面你是不通过无人机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发现这个地方的。诶，这个房子我们可以看一下，还都是这个土墙，对吧？可能土墙的房子住的比较凉爽啊。这边堆了很多的木料。我们从这边进入正门来看一下啊。哇，这个房子真是古老啊，最少是超过100多年的。这边这些是茅草栏吗？哇，石头房子，朋友们，这个正儿八经特别原始的石头房子啊，而这个没有用任何的水泥，全部是用那个泥巴加上石头来修的这个房子。哇，真的很古老啊！这个房子现在已经很难再见到了。这边堆了好多这个木材，然后这儿这种是什么？这个是风筒吧？他们这个石头房子竟然还有2层，对吧？还有2层。这有一个小磨，哎，主人家不在吗？是不是主人家也出去了？哇，古石头房太漂亮了，这个簸箕都这么多个，大套小，小套大，就像这个俄罗斯套娃一样，这里堆了一叠。这个土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啊？它是两边用板子夹起来，然后中间把这个土放进去，然后用那个棒头是吧，来一锤一锤的夯成这样子的。所以这种土墙其实它挺结实的，主要是住在里面呢是冬暖夏凉啊。猪鸟，有人在家没有？我天哪，又是没有人在家，不知道人到哪去了。这边这个是大磨啊，这个大磨它是磨粗粮的。你看地上很多的这个玉米籽儿，这都是磨粗粮的。它这个房子啊，
就像是坐在一把椅子上。我们从空中看去好像比较险峻，但是当我们来到这儿之后，发现非常的平坦哈，非常的安全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美了，就像我们讲的那种世外桃源一般哦。看一下，春天来了哈，梅花也开了，然后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大山上，这个环境别提有多美。等到夏季的时候，咱们这个土里面的绿色的植物都长出来了，那这个地方会更加的漂亮哈。如果说给你一片这么漂亮的地方，让你到这里来居住，你愿意吗？在评论区告诉我。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武隆区羊角镇的望人堡，这个地名起得好啊，这个地方视野非常的开阔。为什么到这里来呢？你们见过24拐、72拐，但是你们肯定没有见过36道弯吧？到这里的目的就是来看一看下方这个非常震撼的36道弯啊！我要到这里呢，已经开了100多道弯了，要从武隆区那边呢，从那个山上绕过来。我现在头都晕了，为的就是一睹我脚下的这个36道弯。哇，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的风景是真漂亮啊！对面就是悬崖峭壁，下边那一条路呢是这个白马镇到武隆区的一条公路啊。这条公路的话，大多数都是在悬崖峭壁之上，有的是钻隧道啊，非常的震撼。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开车到这里来逛一逛。然后这一条盘山公路的话，我大概数了一下，有36道弯。昨天我就在下面的江边啊，本来说我想在那里航拍一下就算了。结果呢，我无人机飞出来之后，500米之后还没有到这个腰部啊，没有办法，所以我又在这里住了一晚。今天呢，然后一大早的呢，就把车开到这个山顶来，在这里来航拍一下这段公路啊。它从乌江边上的200-300米的海拔呀，一下子抬升到现在我站的位置1000米左右。我在想啊，当初这些村民修公路的时候，应该是费了非常大的功夫啊。他们住在江边，要想出山的话，要翻山越岭，可能要走5-6个小时、7-8个小时，要么就是坐船啊。以前坐船可能也不方便，对吧？真的不知道他们修这条盘山公路修了多久才修成啊，非常的震撼。下面我们就从无人机航拍的镜头给大家欣赏一下。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重庆武隆白马镇的大山里，在这个地方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天坑。更加神奇的是，这个天坑底部呢，还有几户人家居住，里面是不通公路的，公路只能通到天坑口，要下去呢需要步行。这里边几户人家呢，过着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哈，仿佛就像世外桃源一般。我们下去探访一下。这个公路呢是通到天坑口，那么我们要下天坑呢，是从这里有一个步行小道走下去啊。进入天坑的这个小道呢是有水泥硬化过的。这个天坑啊，我觉得可能比这个云南武德的那个天坑呢更加的宜居一点，因为这个天坑它是处于这个山上的位置。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这个天坑呢，可能环境啊和这个宜居的程度会更好一些。我们来到这个天坑的半腰了，就可以看到这下边几户人家，看到没有？那个地方有几栋的房子，而且天坑底部那儿呢还有一个洞穴。还有我们看看他们的那个土地，哇，全部是一条条的这个石坎给它垒好的，所以看起来非常的规整啊。可以看得出来，这几户人家呢，特别注重这个土地的维护啊。你看，这个天坑呢，其实也不小，看这么多的土地。我目测应该有100多亩的这个面积啊，就是天坑内部有100多亩的面积。这个地方住有2户人家，这个地方应该是2户，或者说甚至3户。水源也非常的充分啊，这地方还种了很多的这个大葱，特别是这一片土地，我看着特别喜欢啊。也有可能是他们把这个土地规整的比较好的缘故，是吧？看起来就像这种梯田一样的土地，非常非常的舒服。我跟你们说啊，住在这个天坑底啊，很少与外界的人有纠纷。为啥呀？它这个边界感非常的清晰啊。天坑底就是这几户人家的。我们从那个口子下来，这儿比较容易走，大概是10分钟就能走下来啊。所以来这儿还挺轻松的。这白菜的边叶上都看到好多的这个虫孔，不打任何的农药啊。住在这个原生态的地方，吃着原生态的这个菜，对吧？耶，大哥。啊？你在哪来的？在外面来的。吃饭没到？哦，谢。带煮炒哈。哦。你们这儿住的有几家人啊？我们这我们3家，那边有2家，5家人。这个里面住5家人。哦。搬到了上面去，有10几家人。原来这里面有10几家人。原来10几家人。你那个3栋是通的吗？都是一个娃娃。就是一个康哈。就是一个康。水呀，它不消下去啊？那没得水来的。这里面没得水呀？这没得水了，很干了的。万一涨洪水啊，这里面遭挨到。都没得好大水。没得好大水的。没得好大水。你们在这里面住了好多年的？那个中间的我是住好多年，我们家爷爷都是93岁才死，他都说的从他晓得以来，都从他晓得哈，他背了都是以前从我们那些哈，我们都晓得吧，他背了他们父亲啊或者我们那些都得了黄红色的。可能几百年了。都是都几百年了，那都是不晓得哪辈人在那住，都不晓得哪辈人在这住。对，那都是不晓得。他是啷个原因在这里来住的也不晓得。他还不是没谈，还不是不晓得。还是他说的是从以前从过去来讲啊，他们说的都是说的从江西起义哇。啊。那个搬到那边来的。江西起义就到这儿来的。都在那边来的。哦，你们这里面贵姓啊？我们那儿是姓张。姓张，都是姓张嘛？都是姓张。那就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嘛。有那种人他是搞护法农民过年的，那都是老百姓。哦。我看你这个房子都是用水泥来搞的啊，都是从上面北极下来搞的啊。都是拆那个坝把那个堆下来。咦，修个房子都不容易哈。这不容易啊，把我2个都是住在个地方哈，都修那么这样的哦。都搞1年当员工。都搞1年。搞1年哈，但你一天7份假设是背沙呀，和背那些砖块块啊，背接下来沙和石头背下来，整住1年，搞我2个都不搞。就搞这2间房子住1年。就搞那2间就搞1年都这样。你都有时候出去干活儿是吧？他有时间了，有时搞几天。到白马镇去干。这个到处求过，哪还没有去住几天，哪不还没有去转去住屋头。白马镇干活儿花钱天啊？白马那些像你就住10天了那些，100多块钱啊。100多块钱天啊。
这几户人家呢，在这里面居住其实已经超过200年了。因为刚刚那个张大哥说了，他爷爷93岁才过世，然后他爷爷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搬到这个天坑里面来的。我估计他们天坑里面这几户人家呢，是整个这一片区域最早的人家了。大家知道啊，几百年前呢，这个兵荒马乱的，可能他们来的时候呢，就找到了这个天坑呢，作为一个庇护所。可能他们的祖先也没有想到啊，在这个地方一居住就是几百年。